伊朗不是打臉川普根本就是看破川普的手腳。這次这個正式承諾第89波的打擊是非常劇烈，超過100枚的重型導彈還有攻擊型的無人機。這些攻擊準備絕對不是在川普講完話之後才開始準備，而是在前一天已經做好各種的準備。這個導彈的彈道啊，或者說相關的數據都已經輸入進去，這個目標也都瞄準好了。只等你川普講完話以後，我就發起攻擊。好，觀眾朋友，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川普才喊勝利，就是立刻翻車了。今天會來看到的是伊朗的最新動作，100枚的導彈射穿了以色列之外，還有亞馬遜的雲端金雞母也遇襲起火。納坦雅胡這回是不是也被打怕了？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今天3個火線話題，我們請來賓也會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我們等一下會來特別看到是在川普今天早上台灣時間發表全國的演講，大喊是已經摧毀了伊朗的飛彈能力。那麼沒有想到呢，他的演講才剛結束，伊朗是立刻是以最大規模的彈道飛彈齊射以色列，這是公開打臉美國川普所說的戰果嗎？第二件事情，今天也會關心，伊朗聯手了包括真主黨、胡塞組織攻擊飛彈基地，還有它的航母亞馬遜雲端設施，戰爭現在是已經變成全面來對抗美國體系了嗎？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美國跟以色列持續的打擊民用的設施，反而是激起了現在可以看到伊朗的內部全民動員起來了。但是在此刻呢，納坦雅胡突然間改口說，伊朗已經不再構成任何的威脅了，這是在為接下來要撤退。難道納坦雅胡是在鋪路嗎？今天會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等一下我們會來持續的關心川普在早上發表的這場演講，他在這當中呢，其實有說到他已經摧毀了伊朗的飛彈能力，但是剛剛提到的嘛，就立刻遭到伊朗的打臉了。我們來看到伊朗具體做了什麼事情呢？一共是發射了大約是10枚的彈道飛彈，是創下開戰以來對以色列的最大規模齊射，瞄準的就是以色列的中部地區。好，在這一場行動正式的已經攻擊之前，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呢，伊朗還祭出了真實承諾4的第89波行動。這一次的行動不是單獨的，它還聯手了包括了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創下開戰以來最密集，同時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報復性的打擊。我們要趕快來看到哪一些地方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好，首先看到的是火力的規模創下史上最大的飽和攻擊，超過了100枚的重型導彈，還有無人機編隊一起，再加上200枚的火箭彈同步齊射，範圍主要涵蓋的就是從以色列的北部到南部的全境地區。打擊的目標現在看起來也是非常的多，有軍事目標，有經濟上的一個很重要的據點，包括了以色列的主要城市特拉維夫在內，美軍基地裡面還包含了巴林，還裡面有80名的美軍的地點也遭到了精準的打擊。再來看到在科威特的一架美軍直升機也被摧毀，阿聯酋美軍指揮中心這邊也遭襲，而且最新傳出一共是37人在這一場攻擊當中死亡。航母呢，林肯號戰鬥群也是遭到無人機威脅，因此只好移開了。再來就是科技戰的部分，位在巴林的亞馬遜雲端設施也遭到了攻擊，所以可以看到一系列伊朗它的攻擊力道還是非常非常強勁的。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將軍了，川普不是才說嗎？已經摧毀了伊朗的飛彈能力，為什麼伊朗是立刻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擊？是打臉川普嗎？另外看到了不只是伊朗的行動，還結合了真主黨跟也門胡塞組織等等一同開火，對於美國跟以色列的傷亡，可以說看起來已經規模越來越大了。伊朗為何現在看起來越戰越強？李將軍怎麼看？其實伊朗不是打臉川普，根本就是看破川普的手腳。我們看到這次這個正式承諾第89波的打擊是非常劇烈，超過100枚的重型導彈，還有攻擊型的無人機發動攻擊。那這些攻擊準備絕對不是在川普講完話之後才開始做攻擊準備，而是在前一天已經做好各種的攻擊準備。這個導彈的彈道啊，或者說相關的數據都已經輸入進去，這個目標也都瞄準好了。只等你川普講完話以後，我就發起攻擊。
那我覺得這代表什麼？第一個，這個伊朗早就看破這個川普的手腳，甚至於他都知道你川普要講什麼話。如果說伊朗對川普今天早上的演講會有所期待的話，他不會在昨天甚至之前就已經準備好這麼龐大的攻擊，這麼大量的攻擊，事實上你要事前這個攻擊準備的時間要這個一定要很長的時間。那我們看一下川普今天講話到底什麼內容會讓伊朗就看破手腳？我想說不只是這個伊朗看破手腳，連我們都覺得對他這場演講這個沒有任何了無新意，沒有任何期待。他不外就是講這些話，第一句他就是他打了勝仗了嘛，他的川普贏學，他打了勝仗，摧毀了伊朗所有的這種，包括到軍事設施，包括他的導彈，摧毀他，讓他永遠沒有辦法發展核武另外來講，他還講說是這個也讓伊朗來講新的政權可以更替。那第二個，他就是威脅其他的國家，威脅第一個國家叫做北約他的盟國，你們這個如果說不幫我們沒關係，以後來講我就要退出北約。那如果說你們需要用這個油的話，你們自己去荷姆茲海峽去搶去奪。那如果你們不敢去的話，就來跟我美國買。那第二個，他威脅的就是伊朗嘛，他揚言要如果你伊朗这个不接受他的这種和平協議的條件的話，他要在2到3週之後將伊朗打成一個石器時代。但是我們看到，所以伊朗就依據這些話，他就立刻發起所謂的攻擊。那我認為這個川普會講這些話，可能早在伊朗的研判之中。所以我說，這個伊朗早就看穿川普會發言的內容，早就做好這個這次攻擊的準備。是。那我稱之為這次攻擊，在我們軍事上這叫什麼？你知道嗎？這叫擴張戰果是一場擴張戰果的攻擊行動。之前他已經將美國打得差不多，而川普講這些話很明顯的，他就是準備要脫身了，從這個伊朗戰爭裡面脫身。但是這個伊朗這時候你脫身，就代表說你美國這場仗如果繼續要打，你可能美國已經打不下去。但是伊朗利用你打不下去，你有這個不能說是敗戰嘛，最起碼你後繼無力的狀況之下，我擴張戰果。這時候很明顯，我們看到伊朗這時候會發動這麼大一次打擊，很明顯的就是擴張戰果。那川普後續來講，我認為這是很明顯，川普就很難從這個戰爭的這個泥淖裡面能夠脫身。會拖住他不讓他脫身的，我覺得最起碼有3個地區或國家會不讓他脫身。第一個就是伊朗，他就繼續打你包括打擊你中東地區美軍的基地，打擊你以色列，讓你美國沒辦法脫身。第二個來講，我覺得會讓川普沒辦法脫身的國家就是以色列。如果說你美國走的話，這納坦雅胡他自己獨自要面對伊朗的導彈，還要面對北邊黎巴嫩真主黨，還有南邊胡塞組織的攻擊。就以色列這個國家來講的話，我覺得它的這種國土縱深有限它很多戰爭資源已經投入這場戰鬥裡面，它的攔截導彈數量也快要庫存見底。那如果說是美國脫身納坦尼亞胡真的會哭暈在廁所裡面，他會不曉得怎麼辦。那第3個我覺得會不讓美國脫身的國家就是波灣這些國家這些國家我們看到昨天等一下我們也會討論到，包括阿聯酋，包括這些國家，他們都說要參戰。其實很明顯，因為我將我國家安全托付在你美國，那你美國這個惹起這場戰爭之後，你不能拍拍屁股搞一個跟爛尾樓一樣的戰爭，你拍拍屁股又走，那以後你叫我們自己獨自怎麼去面對伊朗？我們本來跟伊朗還可以大家和平相處，大家共用波斯灣，大家共同可以通行荷姆茲海峽。那你美國惹了這場禍之後，那以後我們波灣這些油，我們怎麼樣通過荷姆茲海峽？所以波灣這些國家也不會讓美國脫身。所以川普現在陷於這個進退失據、騎虎難下一個局面。好，這個美國現在看起來在這場戰爭裡面是脫不了身了。那川普只好趕快的自己個人就宣布了勝利。那一方面呢，我們看到伊朗持續的擴大它的戰果。剛剛講了嘛，除了持續的轟炸美國相關的軍事的設施、它的基地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就是經濟的重要命脈。剛剛特別提到的，包括了亞馬遜雲端設施，它都敢碰哦。這當中也有非常多的人在當中。還有這一場攻擊，剛剛提到的，一共是傳出阿聯酋美軍基地37人死亡。現在看起來這場戰爭美國難以控制了嗎？寬哥怎麼看？來跟各位談哦。過去在老軍武時代的時候，走的是飛機，走的是大炮，走的是坦克。所以過去的話，包括洛克希德馬丁啊、雷神啊、波音啊、萊茵金屬等等的，這個叫做老的軍工股。
但沒有想到現在的軍工股呢，成為了 AI 了。發生什麼事呢？我們來看這次的一個戰爭哦。這次的一個戰爭，如果我們去把美國目前所用的一個戰術點線面全部都打開的話，空中的部分的話，它是在用低軌衛星，用的是星鏈的特殊的軍規的光波傳輸系統。然後往下走的話，就有預警機，然後一層一層的往下走。那這是在推演的過程當中呢，想不到。過去在做軍事的一個推演的話，是幾千名的軍事顧問，他們就逐步的沙盤推演，用了幾個月的一個時間，然後去把軍事計劃擬定出來。但這次呢就很剛好，可我們發現為什麼時間點是在2月27號當天呢？原來根據 Palantir 的一個演算那 Palantir 是怎麼演算呢？以色列他們就駭進了德黑蘭他們的公路系統之後，他們整整匯集了10年的資料。他們匯集了10年的資料的過程當中，就把各個車隊，包括了哈米尼，包括所有的軍事的人員等等的，所有的全部都算出來之後，然後摩薩德他收到了一則訊息，這則訊息就是在齋戒月的中間，請各位記得2月的時候剛好是在回教的齋戒月，白天是不准吃飯的，但是公務還是可以做，所以所有的人他們就到哈米尼的家，哈米尼家當中有哈米尼，有他的太太，有他的女兒，有他的女婿，還有他的孫子。然後所有的軍事人員全部都進去之後，想不到美國跟以色列這時候出擊了。出擊完之後，各位你就想，哈米尼當場就死亡，全家也都死亡，40名的軍事將領死亡。所以後面為什麼伊朗會反擊？反擊的過程當中，他們就現在簡單的說，第一件事情先做一個小總結。現在新的軍武時代 ，AI 已經是軍武了。為什麼呢？原來 AI 可以判讀很多事，但中東這件事情來到這地方特別的麻煩。為什麼特別麻煩呢？我們台灣在 AI 當中是台灣 AI 冠天下，可是我們的冠天下是硬體冠天下。AI 它的應用當中，就是用這些硬體去衍生出很多的一個軟體，做出所謂的 AI token 之後，它會有很多的應用。那這次應用當中呢，剛好在阿布達比，它有3座Amazon 的資料運算中心。目前在以色列輝達有一組研發中心 ，Intel 它還有2座晶圓廠。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發現為什麼後來杜拜跟阿布達比被攻擊完之後，哇，這個出現的問題非常嚴重了。為什麼出現問題非常嚴重呢？現在有幾個問題，我先談2個。第一個，未來的資料中心旁邊要不要放愛國者飛彈？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個，這是因為現場被攻擊完之後，台灣的工程師已經回來了，所以大家有在網絡上聊的過程當中，因為台灣去修復的工程師他有說他们就說這個以色列的無人機還真的挺厲害的。為什麼呢？一般的資料中心它是非常堅固的，為什麼很堅固呢？裡面的機台動輒一台是400萬美金，一次的一個陣列各位是幾百台，所以裡面很珍貴。可是很珍貴，因為裡面有很大的電、很大的熱，所以它必須有一部分的管子要延伸出來，幹嘛呢？散熱。所以這些散熱系統呢，他們無人機就是飛過來。各位，他們當場看到用很慢的速度，然後下來，砰的一下就把這些所謂的散熱系統全部打壞了。然後全部打壞了之後呢，第一件事情跟台灣求救，所以我們台灣有4間大廠，瞬間派出了幾十名的工程師就出去了。所以這件事情各位是真是假呢？目前來看是真的。所以就現在來看的話呢，台灣包括了電源的，我們不指名公司散熱的公司趕快去救。那救了之後，他們目前說趕快叫料等等的，大概修復的時間需要到1個月到3個月的時間。可是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是標準型的打蛇打7寸。那為什麼呢？無人機如果去攻擊它那個水泥系統的話，打不破。它是穿不破的所以就現在來看的話呢，我們做這一段的小總結什麼叫做這一段的小總結呢？本來美國跟以色列他們在軍事的實力，在科技的一個實力，我們說真的是遠遠超過於伊朗。可是伊朗各位難啃啊，為什麼難啃呢？伊朗的一個國家非常非常大，伊朗的人口9300萬，伊朗它到底有多少的軍武，我們不知道，很多事情是藏在地道當中。但就現在來說的話，決定權控在停戰的決定權控在伊朗的一個手上。就最簡單的，現在美國說陸軍要進去，各位，單水面上那3000多顆的水雷，誰來處理？所以一時半刻，很多人都想說戰爭要結束，戰爭要結束。沒有想到星期4的一個早上，川普的一個演講，真的是給全世界狠狠的又扇了一巴掌所以全世界的金融市場還是亂。所以再跟各位談目前可能停戰的決定在伊朗的手中。好，停戰的決定在伊朗的手中，但是目前最不想停戰的國家是誰？是以色列。所以呢，我們現在來持續看到，那美國跟以色列又持續的在發動攻擊。剛剛講的都是前面伊朗不斷的發動攻擊，但是美國跟以色列最新攻擊的目標已經打到了伊朗它的民用設施裡面去了。當然了。
引爆的就是伊朗現在內部全民動員，包括了這個總統，我們看到畫面了，總統跟他的外長現在是也不擔心被攻擊嘛，他們就直接走到人群裡面去強化這種全民抗戰的氛圍，在伊朗已經全部掀起來了。那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他也最新發表言論，他說呢，在對這場伊朗的軍事行動中取得了重大勝利，但是他也坦言，確實啦，以色列也造成了不小的代價，但是他認為說，伊朗已經不再構成生命威脅了。這個是在為自己找退路嗎？為什麼這麼講？那賴老師又怎麼看？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伊朗的政權的一個結構，跟美國以色列這一次的攻擊有沒有產生這個正負的一個效果？原本美國跟很多國家、很多的所謂的專家都誤判，認為說這一次以色列跟美國的攻擊可能會讓他的反對派起來，就把這個政權推翻了。當時川普也是這麼說嘛，川普也特別說：“哎呀，你們這個要走上街頭，接管你們的權力取代你們的政府組織，就等於是推翻嘛。那我們美國的軍隊馬上就來了所以你們準備迎接王室的到來。”這個當時美國的川普也是這樣做判斷，但是《紐約時報》講了一個很實在的話，說反對伊朗政權、想把伊朗政權推翻的大概就幾百萬人，可是伊朗有9300萬人那你就幾百萬人，等於是8000多萬人，他並沒有要把伊朗的政權推翻，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伊朗的民眾裡面有沒有很多對政府不滿的？很多不然的話不會一口氣就這麼多人走上街頭示威抗議，只因為手機變貴了物價變高漲了，然後就有很多人走上街頭，對政府不滿，對國家不滿，但是不到要推翻的地步，這個至少有幾千萬人跑不掉。可是問題就在於，當這次美國跟以色列把小孩子殺了，炸了這麼多的民用的設施，炸了這些發電站，炸了這些連續1個多月來的國際上的不正義之戰，也就是沒有經過聯合國同意，沒有經過國際社會違反一個國際法，去侵犯一個國家主權，然後去殺害孩子、殺害人民的這樣的一種行為，這個伊朗人民已經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換言之，也就是說，只要誰站在美國這邊，誰就是叛國賊。那包括在海外的伊朗人，他們的聲音也沒有了，因為他們如果在支持美國政府去殺自己的人民的話，他們就是背叛伊朗人的叛徒。在國內要求要把政府推翻的，就是跟美國、以色列勾結的叛徒、叛教者。那你想，是不是美國跟以色列的這1個月的軍事行動，剛好幫伊朗的革命衛隊鞏固他們的政權？也幫小哈梅內伊鞏固他們的政權，所以現在還有人幻想說，哎呀，他們要推翻他們的政權，這些人就是完全不了解伊朗，不切實際，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對內塔尼亞胡來說，他這場仗已經打不下去了，他也沒辦法再拉住美國的手了。為什麼？因為他內部的經濟狀況出了很大的問題，他的 GDP 已經退了大概8.75左右，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他的財政破口越來越大了。他又追加這個軍事預算100多億美元，但是問題就在於他的財政收支不平衡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嚴重，所以經濟狀況越來越差，財政收支越來越嚴重，打的到現在沒有任何效果，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再加上國際間被孤立，還有就是美國也想撤的情形下，你如果說再拉住川普說你就是給我硬幹到底的話，那坦白說，你觸到白人的那一條底線，那在美國的猶太人，他基本上沒有生存空間。美國的猶太人能夠吃香喝辣的，是因為白人的那個底線不能碰觸。可是當白人要翻臉的時候呢，你猶太人還是要乖，你的底線就在那裡，你可以吃香喝辣，但我要翻臉的時候，你如果再碰我的底線，那就翻臉了。翻臉在美國的猶太人會很慘，所以美國的猶太人自己也清楚知道，他是只有 money， 只有權，只有錢。可是，一旦他沒有軍隊，他沒有武力，一旦白人翻臉的時候，那就是把你抓起來了。那法律可以制定，可以把你抓。所以我個人是認為，以目前來看，內塔尼亞胡也知道他拉不住，也不該拉，也不應該拉，所以他現在要配合川普，就是說您決定，您是老大，您說了算。所以您會發現，他那個內塔尼亞胡現在的講話越來越軟調，
越來越改掉，而且他也知道他在国際間孤立，所以他就說：美國你老大，你川普你決定，你不打了我就不打，你要打我就继續打，反正您說了算。所以您会发现內塔尼亞胡在為他自己準備一個下台階。不要忘了，他把他的太太小孩都送到美國去，他也在準備自己以後要跑路吧。好，第二環節節目呢，我們要持續討論中東戰爭的一些軍武話題哦。伊朗現在他們低成本高消耗的這個戰術呢，還有無人機密集的攻勢還在持續，而且日前還真的打到了一尾大魚哦。我們來看看這些被美軍被襲擊的地點哦，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蘇爾坦王子空軍基地，還有阿曼的沙拉拉港外海的美軍後勤艦艇，现在都被戰火給覆蓋。那最慘烈，然後吸引媒體關注的，就是這個可以看到被打到都已經腰斬的這一架飛機哦，大名鼎鼎哦，空中之眼E3預警機被炸到腰斬，而且它的受損嚴重，有超過10名的美軍因此受傷。那除此這個表格之外，其實還有很多的美軍單位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好，這個E3預警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我們來看，有一位前 F-16的軍官呢，他就比喻過這台飛機，說在戰爭的時候呢，E3預警機就像是棋手，而他們這些戰鬥機的操作人員跟負責打擊的這些戰鬥機群呢，就是棋子。可見E3呢在空中戰力哦，這個維持整個調兵啊、潛降啊，扮演他們看這個整個空中環節跟視野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這麼重要的昂貴的飛機都被打爛了，還有剛剛說的艦艇被打啦，基地被穿透等等。我們看到伊朗現在的戰術，還有他們的飛彈擊中的成功率是越來越高了，也開始突破了美軍防空體系，造成殺傷。那這個關鍵點是什麼？為什麼在前面1個月我們看到伊朗出動了很多飛彈，但是作用並沒有很好，但是進入到第2個月，他們現在成功率在提升了，發現了什麼開竅的地方？艦長。我們如果說看到現在這個美軍或者是以色列攻擊伊朗的狀況約略是如此，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在伊朗上面的一點一點呢，也就是美軍跟以色列的攻擊。那但是呢，我們看到其他的紅點的部分呢，也就是伊朗對於這些波斯灣周邊的國家，以及對於以色列的攻擊。那我們在這裡面呢，其實可以看一個重點啊，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第一時間看到的都是預警機以及薩德之眼被攻擊？因為其實這個美軍當初的設計啊，也就是在這個波斯灣的國家以及前往這個以色列飛行的路上面有非常多的雷達，每一個藍色的圈圈都是一種雷達，但是這些雷達慢慢的都已經被破壞了。那當被破壞了之後，也就是它沒有預警的來源，那也就只能靠預警機了。那靠預警機呢，其實預警機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啊，但是我們這次看到的，也就是在之前它停在這個位置，但是我們如果看它這一個殘骸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其實它應該是從它的右側直接有一架無人機這樣子破壞的，所以把它整個幾乎都打斷了。這個是什麼原因？也就是美國的順風球打多了，然後他認為呢，伊朗不是個對手，他停在這一個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蘇丹王子基地應該是安全的，但是事實不是如此啊。我們來看，對於美軍來講，美軍的教範寫得非常清楚啊，他的敏捷作戰部署裡面講到說，其實他的機動就是必須要能夠增強它的靈活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優先考慮它的一個機動性，以及它要能夠保護它的安全。可是現在他們都完全的停在這個機坪上面，就是沒有顧到它的安全。那至於說現在他們對於整個波斯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哈爾格島或者是霍姆茲海峽，其實他們靠的就是這一些預警機，能夠提供這個有關於他們要攻擊的，無論是哈爾克島或者是這一個霍姆茲海峽，就是這一些作為一種預警之用。但是其實我們坦白的講，這些預警機呢，它對於這一個我們講到無人機比較能夠有效徵收，而且預警機其實在現代戰爭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我們一直講 data link， 或者是講說 A 射 B 導，
A 射 B 島或 Data Link 的重要的節點，也就是預警機啊。那預警機提供的，也就是對於目標的位置，然後才能夠指揮這些載空機去打。那但是如果說它沒有辦法有效的進行預警，那就像現在有人說沒關係嘛，只被打了一架E3嘛，可以到那個沙漠墳場裡面。因為美國其實它有封存非常多架，你可以繼續撿回來。這真是大錯特錯。為什麼？因為拖回來之後，他們最起碼要進行半年到8個月以上的時間進行解封，然後重新的檢查各種線路，然後配裝新的發動機這一些。那問題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伊拉克，那這個戰場等得了半年到8個月嗎？如果打了半年到8個月，那美國慘了，那就證明他一腳踩到泥淖裡面去。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起點，但是呢，他告訴了大家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 Foreign Affairs， 他早就提出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沒有為未來的戰爭做好準備。這個戰爭呢，其實他講到的也就是有關於無人機的部分。那他現在沒有辦法做有效的預警。其實無人機最重要的並不是攻擊，因為攻擊無人機是一件相對比較簡單的事情。無人機最困難的就是預警，你要知道它的存在。那通常我們看來看去，大家都不知道無人機來了，然後就被無人機打中了。所以其實如何有效的掃描整個頻譜，那得知無人機即將到達，然後動員所有的火炮或者是短程飛彈，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可是美國還沒想通這一點。是。好，這一次伊朗的攻擊呢，成功打掉了一台E3空中之眼，但更可怕的可能還在後面，因為美軍他們原本是信誓旦旦啊，包含剛開戰的第1周、第2周，他們宣稱啊，透過了衛星圖資加上遠程導彈的精準打擊呢，是摧毀了伊朗的導彈能力。但實際上，隨着戰爭的推進，我們看到伊朗的遠程威脅呢，根本就還沒有被打趴，包含它遠到這個特拉維夫。以色列的土地，它也都可以持續有效打擊。那路透社更揭露，美軍的情報人士就透露呢，只能確定現在美軍可能摧毀伊朗的這個武器庫，應該說這個導彈庫大概只有1/3的量，代表他們還有2/3可以用。而且伊朗的地下飛彈隧道程式還是大致完好的。這個隧道飛彈是地下程式是什麼東西？我們帶大家來認識一下。所謂的地下飛彈隧道程式，它的特徵呢，就是其實是挖一個等於是一個戰爭庫啊，它的深度可以達到500公尺，然後裡面有鐵路運輸哦，四通八達的，而且必要的時候呢，可以持續發射導彈，萬一受到什麼影響，它可以在48小時，也就是2天內來修復它的出入口。所以呢，只要這個東西一時沒有被摧毀，伊朗就一直擁有一個可以不斷發射的一個火力引擎，這樣子對整個中東國家、以色列還有美軍來造成威脅。所以請教楊老師哦，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資訊告訴我們呢，美軍他們當初以為確實是削弱了伊朗，但感覺現在伊朗受到的好像只是一些表面傷哦，真正埋藏在地底下還沒有到這個傷筋動骨的程度，而且反擊我們看到現在是越打越準了。所以你覺得戰爭進入到第2個月來說，這個風向有沒有開始有點轉變？這個風向啊，這個畫風啊，其實已經轉變，好像伊朗的反擊越來越多，然後呢越來越準，以及造成了美國的打擊越來越嚴重。你看，像E3預警機，美國才16架預警機，那這裡面有好多架事實上已經不能用了。那現在在中東地區，它調了6架過來，那1架被打掉，那其他將來整個戰鬥機起航進行加油好了。因為它中間一定要加油，對，哦，那中間這些加油機以及戰鬥機的這個安全，在過程當中都要靠預警機，所以美國的問題是第一點，它到底這個戰略目標是什麼？打這場仗，這根本沒有，不斷的在變。這場仗其實根本不是美國想要去打的，而是川普在最後一個時間點被就是內塔尼亞胡所說服，可以有一個機會。一次把哈梅尼跟伊朗成全政府的高層都給就是斬首，那成全政府應該就瓦解了。對，所以這個瓦解沒有發生，啊，所以然後呢再繼續的做轟炸，那轟炸到目前為止將近1500到3000人的死亡，2萬人的受傷。美國自己公布超過11000個目標被攻擊，
他已經出動起碼8000架次的，就是戰鬥機，100艘伊朗的船艦被打沉。但是戰爭的前3天，英國的首相就說，勝利不會從空中轟炸得到的。所以這就問題是，那你接下來呢？那所以伊朗其實他大概撐過了這一段，伊朗也停電，經濟也受影響，網絡也整個停了，到現在為止將近30天。所以他的受到的這個打擊當然很大，可是國家的存亡還是能夠延續下去。那因此，美國接下來他是不是只有地面戰爭才能夠去達成，比如說政權移轉的這個目標？那我們現在看到整個方向軍事的準備上似乎越來越如此。那甚至川普已經開始在準備一些理由，比如說石油啊等等之類的。可是他給的時間點也是到4月7號早上8點台北時間，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時間，在這個之前他就會地面戰爭嗎？還是之後他才會地面戰爭？那雙方是不是有可能透過巴基斯坦能夠坐下來談？那我覺得這個變數還很多。雙方現在都在採取了一種叫做戰爭邊緣、相互保證毀滅，然後呢對等報復的方式，看誰先轉彎，看誰先退讓。是，但我們可以確定一點，就是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對美以來說呢，絕對是不利的一方。因為現在美國國內的輿論已經燒起來啊，認為說為什麼要犧牲我美國的好男兒好女兒去打一場不屬於我們的戰爭啊？去打別人的戰爭？那別人就是剛才楊老師有提到的，就是以色列還有總理納坦雅胡嘛。那而且伊朗呢還可能繼續撐下去，為什麼？底氣來自哪裡？就來自中國跟俄羅斯2大助力的輸血。怎麼說？現在美聯社有消息傳出，俄羅斯正把一批升級版的無人機要送往伊朗。那路透這邊也指出，中國的晶片代表中芯國際他們正向伊朗軍方提供晶片製造的設備，來強化伊朗的軍事自主力量。好，委員，我想問好，現在光是伊朗一個來力抗美以，甚至是中東石油國都已經打成這樣，如果後面有中俄聯手，我不出人，好，但是我出力來提供一些戰爭後勤，來幫伊朗撐腰。那美國在被困在這個持久戰裡面，拖越久越不利。然後我們看到整個中俄2大全球軍工勢力的加入，會不會成為這個 World War III 一個導火索的點燃風險？我覺得怕說這種雖然不是直接幫助你，但是間接幫助你，會讓整個全球的體系格局又改變。对，我想會不會變成第3次世界大戰？現在言之過早但是如果美國真的像剛才這個艦長是專家提到的，說已經準備要打地面戰了，那麼我覺得這就是美國自己敲響了喪鐘了。那麼我本來還怕美國不打地面戰的，因為他打了地面戰，他就陷入了另外一場越戰了。就對美國來講，他還撐得住嗎？他2011年的時候，他的國債只有多少呢？只有14兆。14，經過15年，到2026年，他的國債已經到39兆了。接下來他再打一場像越戰這樣的一個無窮無盡的戰爭，美國就一定被拖垮。就是美國的國力，當時越戰是一個關鍵嘛，就一場越戰就把美國當時從全球獨強的這個貨幣金融體系開始不斷的往下拉了。他如果接着再打地面戰爭，那就是絞肉機啊。那麼美國在這個戰場上不曉得要再投入多少的兵力啊、財力、這個軍力在這裡了。那麼當然，你說中俄怎麼可能會就袖手旁觀呢？這是一個唇亡齒寒的關係。就伊朗對於中國大陸、對俄羅斯來說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你姑且先不要講了，對中國大陸來講，它的中歐班列是經過伊朗的。那麼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它不可能坐視伊朗被美國掌控住的。那麼你再看說，事實上在整個的過程當中，其實中俄對於伊朗採取的援助，其實有3個不同的層面哦。我覺得中美俄現在在全球在下一盤大棋，這個棋盤不是只有在伊朗，所以在伊朗的這個戰局裡頭，中俄做了它應該有的援助，比如說剛才這個艦長都提到了嘛，這種不對稱戰爭最重要就是無人機了哦。那麼無人機只要用不完、打不光。好，那這場戰爭就可以無窮無盡的打下去哦。那麼，除非今天美國把整個這個伊朗全部都佔領了，那要花好長的時間哦。那再來就是飛彈了。那麼對於飛彈的這個製作，伊朗也許沒問題，可是晶片的來源呢？所以如果中芯國際願意提供晶片，那麼你接下來對於伊朗這種不對稱戰爭的飛彈跟無人機，它可以源源不絕的補充，那麼這場戰爭就打得無窮無盡了。第二個其實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一點，中國跟俄羅斯最近在積極援助古巴，就是俄羅斯已經送了一個這個郵輪的船哦，這個
大概這2天吧，就会在进駐了这个古巴的哈瓦那港口了。那麼就是為了要援助古巴現在的這個能源石油斷供的這個危機。而中國大陸更狠啊，中國大陸送了1船的這個大米，接着又送了一大堆太陽能板哦，還有儲能設施到古巴。就是沒關係，古巴的石油就算不夠，我還有太陽能板哦，我幫你做這個太陽能的發電站，然後我還有儲能設備。那麼顯然，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做這件事情，就是在美國的後院插旗子啊！我就在你後院點火，就大家在下一盤大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要援助伊朗的方法有太多了，圍魏救趙就是其中一種哦。3月25日，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白俄羅斯的總統盧卡申科去訪問了北韓，對。他跟北韓達成了戰略合作夥伴的關係啊，雙方在各個層面上都決定全面的合作。所以，當白俄羅斯、俄羅斯、北韓加在一起，再加上他們最近又結合了緬甸跟伊朗，他們說他們要建立一個全球新安全框架了。那麼這樣的一些操作，都是在這個為美國製造更大的壓力。所以美國接下來如果他在伊朗發動地面戰，那麼他根本就無暇去顧及什麼古巴，顧及其他的戰場了。那麼現在就是美國自己要抉擇的時刻了。但是我還是很開心的聽到剛才艦長的分析，說地面戰會開打，那麼美國就完了。好，繼續我們環球大戰線的討論哦。我們都知道，美以聯軍對伊朗發動攻擊以來呢，這個時間呢也是快3週的時間了。但是現在呢，感覺美國跟以色列有點越打越迷茫。怎麼說？因為搞不清楚伊朗究竟的要害在哪裡。率先斬首行動拔掉了哈米尼，結果整個神權體系，包含化整為零的這個區域的這些各自為戰的這些高官，還有這些軍閥們，都是持續在跟美國還有以色列來作戰，感覺沒有打到一個真正的核心要點。然後荷姆茲海峽被封鎖呢，還導致整個全球的能源還有經貿成本飆高，這讓川普的面子開始有點掛不住，也急了。根據路透社的報道呢，美國五角大廈下一步的計劃竟然是有想要派出1000名的這個地面部隊前往中東地區，3套劇本。第一套就是呢，我就是針對荷姆茲海峽，我要去部署到伊朗這個海岸線，躲在這些山洞裡面，這些人全部給它清除掉，確保荷姆茲海峽的安全通行，這樣子全球的航運才可以恢復正常。第二個是我去動你的能源設施，石油輸出的樞紐哈格島，這是伊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經濟命脈，美國直接從這邊去掐住你，去控制你的經濟命脈。第三點就是跟我們去年看到的這個午夜打擊一樣，當時是派了這個轟炸機去轟而已，這次我們要派兵深入破壞或是帶走你伊朗可能或者是這個傳說中的農作業，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反正我們要派人去地毯式搜索，就是要徹底斷絕你伊朗的這個核威懾的東西了。好，現在看到美國真的有可能要派兵深入嗎？因為派兵進去跟只是派戰鬥機去轟炸，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層面。有可能像剛才我們來賓講的，會不會進入到越戰2.0，是美國最不想看到的局面。然後另外呢，面對種種的說法，我們看到伊朗的這個外長他是說打了這麼久，美國跟以色列你們究竟還是搞不太懂我們伊朗的運作模式派遣地面部隊對於目前突破僵局或是達成美國的戰略目標，這個可能性跟難度他實在是不敢恭維。他說：“你回想一下預戰吧。”就提起了美國最難過的一件事情。我們請酈將軍幫觀眾朋友分析一下，從軍事的角度，我派轟炸機丟丟飛彈、丟丟無人機，跟我派美國大兵這些命真槍實彈的進入到你這個伊朗的本土，本質上的差異有多巨大？首先美國跟以色列現在原來第一個所謂戰略目標就是要推翻伊朗的這個神教政權這個建立一個親美的政權，這個戰略目標看起來他們已經放棄了，這不太可能達到。那如果說派地面部隊來看的話第一個我們從任務來分析，它可能就是我們這邊講的有3個任務。第一個它要這個佔領荷姆茲海峽周邊的地形要點，阻止伊朗的部隊對這個荷姆茲海峽的通過的油輪來實施攻擊。那在這種狀況下，我認為你的兵力是不夠的。你2000的兵力想要在這幾個要點佔領陣地，我覺得是不容易的，所以不太可能能夠達成任務。第二個來講，他要奪取哈格島，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譚。為什麼呢？你要奪取哈格島，首先你要經過荷姆茲海峽。那一個2棲艦隊，你要通過荷姆茲海峽，你現在油輪都過不了，你這個2棲艦隊
如果通過的話，我覺得剛好在通過海峽這個時間點剛好變成這個伊朗的攻擊靶子第三個我們就雙方的軍力來看的話，現在這個美軍來講的話，它的軍力來講，它2000的部队對伊朗來講的話，其實上兵力是嚴重不足的伊朗在這個地方經營了這個大概我相信最少有30年，因為他準備打這場仗，可能已經經營了30年，所以不管就戰場的經營，還有兵力的部署，還有武器的存儲來講的話，一定遠勝於美軍的。但是美軍來講，如果說從現在才開始從日本出發這2天是說剛好經過新加坡了，但是這個勞師動眾從那麼遠過來這個我覺得你的兵力來講，對這個地方的地形也不是很熟悉。第三個，我們就後勤的持續戰力來看的話，那伊朗在這個地方已經準備了很久，他不管存儲的彈藥或者是武器這個糧食來講，應該都是非常足夠的。但是反觀美軍，如果說你要攻島，要這個不管是從海上登陸作戰，或者從空中突襲作戰那你可能這個能力來講的話，你後續怎麼對這些部隊來做支援？尤其是說這個伊朗的地形是非常深遠的，它幅員非常廣大對於德黑蘭有將近1000公里，這麼廣大一個國域來講，如果說你只想動2000個部隊，我覺得是到時候就变成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有去无回。好，也算是五角大廈呢，打算為了這個之後的勞師動眾，要跟國會提出超過2000億美元的預算，要繼續死磕這一場戰爭。但是美國人民的納稅錢都被你拿去打造武器啦、打伊朗啦、保衛盟友啦，那美國國內的這些社會福利呢怎麼辦？馬上就要期中選舉了，要繼續這樣死磕嗎？這個萬一真的被拖延到約戰2.0，楊老師，你覺得川普還能選嗎？他現在最佳解方是怎麼辦？川普受限於他自己的有限理性，因為他認為他的決策是一個交易，是很理性，但事實上，所有的人在做決定的時候，大概都是有限理性。可是呢，他自己把他自己給捆綁在跟以色列之間太過於密切的這種利益的連結，所以才會被以色列被內塔尼亞胡牽着鼻子走。現在他要提出更多的錢，要可能增加庫存，要可能準備要打贏這場仗。那剛才厲將軍講，這個地面部隊2200名海軍陸戰隊怎麼去打這場仗？你就算要去占哈爾克島，你就算可能要去占領部分荷爾姆茲海峽的島嶼或港口，或者是《紐約時報》昨天講，可能要派去針對伊朗的核設施的濃縮鈾做這個就是奪取，然後呢，川普才能夠宣布他的勝利。可是任何一個這個動作都非常危險，而且基本上其實這2200名海軍陸戰隊大概都不可能真的達成任務，而且會造成伊朗更嚴厲的反彈，使得整個海灣地區或整個這個戰爭呢會更加的擴大。你看到昨天當以色列跟美國去打伊朗的南帕爾斯島、南帕爾斯附近的油氣田設施的時候呢，伊朗馬上就回擊卡達的同樣的這個油氣田設施，這種以牙還牙，或者是這種相互報復，它就讓你維持一個叫做相互保證毀滅。這不是冷戰時期的美蘇的核武相互保證毀滅，而是用海灣地區的油跟氣來去跟你做相互保證毀滅。到那個程度的時候，荷爾姆茲海峽已經不重要，因為根本油都出不去了。所以因此在這樣的程度下，美國真的要派地面部隊呢？我覺得不會啦。我們現在其實國際上大概論知道了，川普一定有一天他會宣布勝利。他可能說，我毀滅掉核設施，我整個毀滅掉伊朗海軍，以及我斷了伊朗跟所有區域這些支持伊朗的民兵組織的這個資金鏈。是只要他做到這3個，大概他可以宣布，或者只要其中一個，他就宣布他大概會取得勝利。我們現在大概預期他可能會這麼做，可是呢，另外不擔心的是，以色列可能會繼續拖他下水，所以現在還是取決於川普個人的有限理性。是，好，川普總統現在尋求一個下台的機會，但是以色列這一個盟友有想要把這個老大哥給放走嗎？還是要繼續把2人的命運捆綁在一起？我就是要跟伊朗死磕到底。我們看到以色列持續在發動這個斬首行動之前除掉最高領袖哈米尼還不夠，陸續呢又擊斃了伊朗的國安首長這個拉里賈尼，還有情報部長卡蒂博等人。但你想想
就連被當成神一樣供奉的最高領袖哈米尼都被清除之後，你都不能完全打趴伊朗的全體意志了。你再殺掉這些軍方的高層也好，這些情資的人員也好，有多大的幫助呢？我們感覺現在擒賊先擒王的這種做法对於伊朗現在化整為零、各自為戰的這個戰略策略已經沒什麼作用了。所以原本以為哈米尼一死，然後呢，美以可以扶植一個親美的新政權，好，我們中東打了一個漂亮仗結束，但現在沒有，高层越殺越多，效果卻一直在遞減。我想問一下這個賴教授，為什麼殺了這麼多人，神權政府感覺沒有什麼動搖？有幾個因素啊，我們看到了以色列的斬首行動，這個行動本身是成功的，但是它產生的政治效果是有限的啊。他當然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夠震懾對方啊，讓以色列的伊朗的領導階層沒有人敢接啊，都害怕了，最後這個意志屈服了啊。另外一個部分就提供給他的民眾來去推翻他們的政權，他原本的設定的目標是這樣。可是問題就在於說，《紐約時報》的評估，他認為想推翻政權的伊朗人就有幾百萬人，可是伊朗有9200多萬人了。幾百萬人想推翻這個政權，那就是少數，而且是絕對的少數。換言之，也就是說，多數的伊朗人不喜歡他們的政府，但是還沒有到要把他們推翻的地步。就好像多數的美國人不喜歡他們的現在特朗普的政府，對，可是還沒有到要把它推翻的這個強度嘛。那也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同等，你就可以理解了。就是說，我不喜歡伊朗政府，但是我們也要把它推翻。同樣的，我不喜歡川普政府，可我沒有要把它推翻，而不喜歡的是高達60%以上哦，支持川普的現在只剩下2-3成哦。那你想想看，在伊朗裡面的話，人數更少了。好，所以沒有到這麼大的一個強度的情形下，以色列所設想的已經建構不起來了。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部分就是伊朗只要他的這個統治力用低強度就能夠完全掌控了。所謂的低強度，就是說你高強度的軍隊掌握在這個中央手中嘛，然後再來有革命衛隊作為他的鐵衛軍，所以17萬左右的革命衛隊，60萬左右的正規軍，它就形成了它的一股強大的軍事打擊能力。再加上這個治安部隊，就是警察部隊，然後還有地方的警察跟宗教人士，它所形成的這種低強度的這種統治力，只要維持低強度，它就能夠控制這個社會。當然就達不成這個以色列所想要的目的。以色列到現在還看不清楚，是內塔尼亞胡他自己知道，他是為了保自己，而不是真的他可以達到他的政治目的。是。好，現在以色列持續在斬首行動的動作上持續的在做，但我們剛剛3位來賓都陸續分享，效果已經在遞減，已經在有限了。美國難道不知道嗎？川普難道不知道嗎？為什麼他能夠容許現在納塔雅胡持續在中東感覺換成他在主導的部分？委員你怎麼看？不完全是以色列納塔雅胡在主導了，因為兩個人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你很難說誰是誰了。因為他們兩個剛開始的見獵欣喜，對，他說伊朗大規模抗議。然後這個哈米尼殺了1萬或者3萬人啊，這個殘暴政權，我同意這是殘暴政權，但是殘暴政權不表示有人就有能力出來推翻他。然後他可能找了國防軍幾個軍頭，就說我們如果把革命衛隊頭哈米尼幹掉的話，你們可以來接管政府。就弄完了以後，國防軍退縮了，不敢接管政府。如果國防軍接管政府，今天的川普一定是世界明星，哇，這拽得不得了。可是伊朗國防軍不敢接管政府的時候，這個時候川普就一定會灰頭土臉了啊！那以色列現在他反正就是我已經上了梁山了，不如幹一票幹到底那種心態哦。是。那你用斬首行動能不能逼伊朗投降？不可能。為什麼不可能？你真主黨幾乎被斬光了，但是真主黨投降嗎？沒有。那你斬真主黨只是把真主黨削弱，那沒有能力反抗你，但是不表示他就徹底被打垮了。從消失了，因為你不像那個什麼，不像那個加薩走廊，你直接派軍隊挨家挨戶去弄，沒有辦法的哈。那就在伊朗來講，規模更大。那你要伊朗逼得這個國防軍不得不出來接管政權，只有一招，就是什麼？不斷的轟炸。可是你要轟炸，像利比亞轟炸272天，你美國做不到啊。就是說轟炸到了其他的軍隊出來推翻這個
格達費一樣的模式，但是以這個川普現在的實力，要轟炸個300天都有困難，不要50天都有困難了哈。那這個算不算逼美國陷入中東長期戰爭啊？基本上在賭一件事情，就是伊朗的資源什麼時候用盡。所以他們講說，你來打越戰2.0，問題是越戰後面有兩個老大哥啊，一個叫中國，一個叫蘇聯，整天給錢給物資，他當然能夠打個20年嘛。你現在伊朗誰給你錢？這個擺在眼前的問題是柴油鹽米醬醋茶。我之前講過，軍隊現在缺醫藥、缺糧食，缺得很嚴重了。所以哈，而且是革命衛隊哦啊，然後再加上一個很矛盾的問題，就是說革命衛隊有最好的醫院、最好的設備，可是國防軍不能去用，中間的嫌隙都很複雜了。所以不會有長期戰爭啊，但是看誰打到精疲力盡，誰先喊停，但是只會一種非正式停火。不會有什麼投降的一個約定，都不會有。